齐思哲，你以后别动。这个叫做漏斗珠，剧毒无比。一个成年人被咬，15分钟之内就会死亡。你以后调查什么的，不要一个人。我没找到那个女孩，但是我发现了这个。这边还有。 不会每个钱里都有个人吧？是人偶。高法医，你那边呢？都是人偶。里面有东西啊！高原。 什么味道？薄荷气体，有盐酸、浓盐酸。这人偶肚子里装的，不是人的尸块吗？不像是人的，应该是动物的，可能是牛的。朱队，我们在前面有新的发现。前面我们发现一片新的开阔地，上面有人捡，不确定是否有真人，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援。你们按照这条路继续往前走，就能找到我们。尽快啊！老万，现在啊，还是人偶。老万，你看，这么多生活垃圾，说明嫌疑人在这生活有一阵子了。高法医，哎，把这些生活垃圾都带回去，验一下 DNA。好的。小心啊！这声音，
喂，头发？行，我知道了。这样你们先送去做那个 DNA 检测。好，韩队，检验科说在桌铺捡到几根长头发，我怀疑是失踪那个小女孩的，已经让他们送去做 DNA 检测了。好。喂，有什么新线索啊？喂，韩队，老万刚才去走访了山东附近的村民，说是当年有一个没有登记的野剧组曾经在那拍过戏，这些蛛网还有蚕蛹以及那些人物都是没有带走的道具。我们已经核实过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剧组的美术已经把图片发过来了。照片。好。齐法医。剧组发过来的照片。很棒，剧组本来用的是普通的蜘蛛网，但是凶手却改成了漏斗蛛独特的漏斗状蜘蛛网。这个叫做漏斗蛛，剧毒无比，一个成年人被咬，15分钟之内就会死亡。漏斗蛛是目前已知的3万多种蜘蛛当中毒性最强的一种。我推测，凶手应该是在模仿漏斗蛛，不是杀人。你有什么依据啊？朱队，你把视频打开，我来告诉你。你看这里，这2个针孔是平行的，针孔附近的皮肤组织都已经受到了损坏，这应该是被注射了生物神经毒素之后留下的痕迹。还有这里，这2个窗口，从口径来分析，应该是用 PVC 管一类的管状物体刺入体内所造成的。死者的内脏有被强盐酸溶解过的迹象，应该就是通过这2个创口注入到死者体内的。这种手法就是在模仿蜘蛛用口气扎入猎物体内，分泌消化酶，消化猎物内脏的进食方式。只不过凶手用强盐酸代替了消化酶。所以是因为凶手模仿蜘蛛捕食猎物，才会用保鲜膜裹的尸体。用保鲜膜和酒精包裹尸体，可以隔绝空气，起到防腐的作用。虽然凶手是在模仿蜘蛛杀人，但是真正的死因并不是这些，而是在这里。你看到耳朵后面的针孔了吗？我在医科大学上解剖课的时候，学校为了让实验用的兔子死得没有那么痛苦，往往都会在它们的耳朵后面打空气针，造成静脉空栓。而这种手法对人也同样适用。凶手为什么这么做？人都已经杀了，为什么多此一举？蜘蛛毒和强盐酸还不够吗？从血液凝固的情况来看，凶手应该是先注入了神经毒素，但是死者并未死亡，所以他才又打了空气针。懂这种事的，应该有医学背景吧？目前一切都还只是推测，具体的还是要等毒理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才可以判断究竟是不是漏斗蛛的毒素。现在那个女孩还在凶手手里，我们必须得找到她。安顿，这有线索。小李，你负责把案发现场周边能找到的监控视频都找出来。不管是店里的、周边公路上的，只要有经过的汽车，只要有行车记录仪的，全部想办法调出。还有，受害者从山洞里逃出来的路上也要被拍到，找到他，必须知道他是谁。老万，你再去现场，看看有没有更多当晚的目击者，把能问的都问了。山洞周边的居住点也不要放过，凶手在那里囚禁人这么久，这1、2个月有什么奇怪的地方，都要问到。
叶莹她平时上班状态怎么样？秋苏，你去调查调查叶莹莹公司的同事跟家人，看看之前有没有什么遗漏。有什么爱好吗？比较爱打扮、爱美，好像经常做医美。团队，资料。那边肉铺比较偏僻，附近5里之外都没有监控。天黑之后就没有车经过了，所以交警那边也没有任何线索。喂，小苏，什么情况？维汉队，我现在叶莹的公司，她同事说她没有男朋友，平时也比较喜欢爱打扮，喜欢做医美。我看之前齐法医的报告里有标出叶莹莹的下颚有微小的针孔印，会不会是做过医美的痕迹？医美。那些人偶你的内脏鉴定结果出来了，确认是病牛的内脏，疑似是牛结合并。行，我知道了。团结路派出所来电话，有人报失踪，根据他们的描述，很符合咱们失踪案的受害人。我去一趟。陆队，你跟齐法医跟进一下。好，走，齐法医。你女儿什么时候联系不上的？一直都有微信联系，她还给我们发语音，给我们打电话。但是最近这1个多月，她只打字，我们给她打电话，她也从来不接。前几天她爸过生日，她都没回家，我们觉得奇怪呀，就到合成来看看。这10天前呢，我们还微信联系过，说要来看她，她说好呢。微信记录吗？啊。你看，结果我们去他家也没有人，屋子里都落了一层的灰。我们去他上班的医院找他，才知道他已经离职1个多月了。你们到合成来，他联系过你们吗？我们来了1个礼拜了，结果根本就没找到他，我们就来报警了。1个礼拜？对。生物研究学院那边现在已经排除了，附近的大学里只有这个农业大学正在做牛结合的相关研究。省里已经很久没有爆发过牛结合并了，这一例可能只是个案。还有那些内脏，虽然已经被盐酸腐蚀得很严重，但还是可以看出有手术刀处理过的痕迹。牛结合并通过空气飞沫、尘埃传染，其主要感染呼吸道，其次是消化道。1个半月前，系里确实做了有关牛结合并的实验，但是我们的样本做完实验后都无害化处理了，不可能流传到外边去。那会不会有学生偷偷带出去呢？不可能。王教授，这是组织切片，麻烦您根据组织切片帮我们确认这型的结合杆菌是不是与你们实验所用的相同。还有参与这个实验的所有人员名单，也麻烦您给我们提供一下。你们的意思是怀疑这事儿跟学校有关？
王教授，您知道学校里有没有人养蜘蛛？你女儿怕蜘蛛吗？蜘蛛？啊，蜘蛛。小七小时候最怕蜘蛛了，家里面有个小蜘蛛，她见了以后几天都不敢回屋休息的。这个问题跟我们小七失踪有关系吗？没有，没什么。行，我们问的差不多了，有什么消息通知你们。二位，请跟我去补充一下笔录。哎，这时间要得很长吗？小七的朋友还在下面等我们呢。朋友？哦，对了，是这样的，我们去小七家的时候呢，碰到了他，他非常热情的送我们过来的。你好。不用了，谢谢。你是谢小琪的朋友？是。琪琪爸妈报案警了吗？你怎么不陪他们进去？你叫什么呀？我叫李淑婷，是琪琪的同事。有些话，我不好在他们爸妈面前说的。什么话？没告诉他们，琪琪其实是被开除的。为什么被开除？因为他兼职。兼个什么职？在医美诊所兼职。琪琪爸妈一直想让她回乡下嫁人，但是琪琪特别爱美，所以什么？她赚的钱都拿去做医美了。在医美诊所兼职也是因为员工价便宜一些。我以前在叶莹的公司，她同事说她没有男朋友，平时也比较喜欢爱打扮。叶莹莹的下颚有微小的针孔印，会不会是做过医美的痕迹？你刚才看到他爸妈了吧？农村人观念比较保守，这哪能接受自己女儿脸上一直动刀子啊？所以琪琪一直躲着他们俩。我估计琪琪根本就没消失。他兼职的诊所在什么地方？有个名片，是这个。我也去过这个诊所。琪琪说，诊所虽然不合规，但是便宜。你们也不要过于的担心。我们肯定会尽力的去寻找，有什么问题跟我们沟通就行。好的，谢谢。叔叔阿姨，没事了吧？没事。那走。叔叔，你身体不好，我扶着你走。哎，留个电话，到时候过来做个笔录。我刚才跟您说的，能不能别告诉琪琪爸妈呀？我怕琪琪回来生我气。行。我先走了。走吧，我帮你拿吧。啥呀？朱兰，徐阿姨，这是合成农大王教授发过来的牛结核病的比对结果，还有参与实验的学生名单，还有照片。另外，王教授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案发当晚他在家。确认了，就是他们做病毒实验流出来的，所以凶手很有可能就在这些参与实验的学生当中。怎么样？有什么线索？还没，有些东西我还需要再确认一下。但是我相信，凶手绝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改变行为模式。只要我们的推论没有错，那谢耀琪就还有机会。
齐主任，廖云生家大鹏找到的书籍资料都在这里了。蜘蛛交配时，雌蜘蛛有杀死雄蜘蛛的行为。漏斗蛛从交配到产卵，平均需要13天。13天。你是说，他想要自己产卵？行，把图片翻过来。其死者说，他从廖云生家找到的资料来看，凶手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蜘蛛。台历上的13天，是漏斗蛛从交配到产卵的时间。所以，他把受害者捆成一颗卵。对，大概是这个意思。漏斗蛛毒性很强，肯定不敢卖。出了事儿算谁的？这儿附近卖蜘蛛的就你一家吗？对，方圆100里就这家。这个人见过吗？他叫廖云生。没印象。有会员资料吗？我做传统经营，没有电脑，只登记让我送货的客人。老板，漏斗蛛如果它原本栖息的地方被人破坏，会怎么样？那他肯定会重新找个地方织网啊。定居性，在固定的地点筑巢，巢穴提供食物、捕捉、庇护和繁殖，使它们不需要频繁迁移。领地意识，对巢穴周围的领地有很强的占有欲。一旦建立巢穴，会积极防御，保卫领地和资源。夜行性，多在夜间活动，白天藏在巢穴内，避免阳光和捕食者的威胁。多在夜间活动，不会频繁的迁移。如果廖云生真的是按照蜘蛛的行为作案，那之前的北山山洞就是他的巢穴。他杀了叶莹莹，本来还想再杀一个谢瑶琪，结果谢瑶琪跑了，齐法医跟着闯进山洞，逼得他不得不转换阵地，重新织一个网。也许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李淑婷刚好闯入，就成了他下一个目标。对。廖云生平时在他舅舅的黑诊所里帮忙，叶莹莹、谢瑶琪之前都去过诊所，后来李淑婷也去过，廖云生一定是在那里物色作案对象。可我还是想不通齐主任说的，受害者不是猎物，而是一颗卵，为什么？因为生孩子。生孩子。齐死者之前在电话里跟我说过这个信息。蜘蛛在交配的时候，有雌蜘蛛杀死雄蜘蛛的行为。但是叶莹身上，并没有被性侵过的痕迹。对，这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喂。好，收到。韩队，报警平台接到一个求救电话，可能是李淑婷。救救我！救救我！他说今天晚上上了机器之后就要杀我，这里灯不好啊，有机械的声音。就在这儿断了。问一下，可以追踪吗？号码没有显示，而且通话时间太短了，应该来不及追踪。刚刚说有机械的声音，会不会是附近工地啊？小希，可以排查吗？我试试从别的办法入手吧。是什么事啊？你们俩知道全市范围之内有多少家工地吗？你怎么查呀？那你说怎么办？总得查呀。有一个方法可以缩小范围。死者廖云生
与第一名死者叶莹莹一样，在腹部发现了模仿蜘蛛口气扎入猎物体内的创口，内脏也有被盐酸腐蚀过的痕迹。在死者的耳后也发现了疑似造成静脉空栓的针孔。不管是从手法还是死亡原因来推测，凶手都是同一个人。所以说，第一个死者是他。但是，由于尸体被福尔马林跟保鲜膜处理过，我们无法得知具体的死亡时间。但是，经过我们进一步的检测，可以大致的估算，廖云生至少死了有4个星期以上。如果按照之前齐法医说的犯案周期是13天来推算，那叶莹莹就是在他之后被杀的。现在13天这个杀人周期已经不准确了。根据李淑婷的说法，凶手提前杀了谢瑶琪，而且绑架李淑婷的时间也提前了。这到底为什么？廖云生尸体被发现的那个604房间，还有那个菜棚，小苏那边有什么新发现吗？604房间是廖云生在兽医系的同学陈华的家。陈华长期在国外，所以那个房子就让廖云生帮他看着。我们在604房间发现的一些指纹已经在做匹配了，结果很快就会出来。而那个菜棚，它的主人是附近村民赵四的。赵四1个月前在家里修房顶的时候不慎摔伤，所以在床上躺了1个多月。他根本不知道菜棚发生了什么情况。第一名死者廖云生，尸体在604房间被发现，推测死亡时间在4个星期以上。在廖云生死后的大约4个星期，我们在北山山洞里发现了叶莹莹的尸体，也就是第2名受害者。按照日历标注，凶手应该是在8月14日杀害叶莹莹。在叶莹莹死后的第3天，谢瑶琪被绑。目前我们还无法确认她是否还活着。这本身是谢瑶琪，她不会把所有的受害者都画下来吧？第4名受害者李淑婷，在一个废弃工厂获救，凶手逃逸。从凶手的行为模式来看，是从李淑婷案开始改变的。不仅仅是犯罪的周期产生了改变，就连作案地点以及作案逻辑都有所不同。前2个现场都有凶手特制的漏斗蛛网，为什么这个现场没有？如果他认定这里是他新巢穴的话，谢瑶琪应该在这里才对，可是却没有。按照李淑婷的说法，她认为是廖云生绑架的她，但廖云生早就死了，根本不可能是他做的。那会是谁呢？谢瑶琪被绑架的时候，警方是接到了猪肉铺老板报警的电话，但是老板死了，所以就说没有人可以证明谢瑶琪被绑架了。你怀疑谢瑶琪？如果谢瑶琪是凶手，一切都说得通了。要这么说，那谢瑶琪在猪肉铺留下的头发，就是故意误导我们的。从一开始，我们从派出所到达了现场，就已经进入了他的圈套。他把所有线索都引到廖云生身上，因为廖云生具备了所有犯罪分子的特征。你看，一个可以接触到病瘤内脏的农大学生，他的舅舅廖东还是黑诊所的老板，所有受害者还都和诊所有关。按照李淑婷说的，谢瑶琪和廖云生他们是恋爱关系，那谢瑶琪就很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大棚栽赃给廖云生。琪琪。最关键的是，廖云生已经死了，我们就算怎么查也找不到他。在没有发现尸体之前，只能认为廖云生是凶手。我们一直以为谢瑶琪是被害者，如果他说谎，我们所有的推断、所有的证据，全是错的。廖云生尸体现场发现的另外一个 DNA 对比结果出来了，是谁？谢瑶琪。